乌军反击激烈，在卢甘斯克清除俄军237司令部指挥官，在顿涅茨克击溃俄军大规模装甲攻势，在克里米亚即将发起总攻。乌克兰否认重用核武，北约、欧盟最新军援公布，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在哈尔科夫战线，乌军的反击依然激烈，其第3突击旅正在当地至卢甘斯克的交界处战斗，还俘虏了一批来不及跑路的俄罗斯人。对此，外界分析认为，乌军的目的可能是为了截断俄军补给线，并向三林区深处的俄军阵地推进。此外，哈尔科夫集团军发言人叶夫根尼·罗曼诺夫中校18日表示，俄军后勤乏力，其在哈尔科夫地区所使用的弹药是10分劣质的122毫米和152毫米朝鲜炮弹。在卢甘斯克，虽然战线没有变化，但据 ISW 报道，乌军游击队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摧毁了一辆俄罗斯军车，并在卢甘斯克市中心清除了俄罗斯第273司令部情报中心指挥官德米特里·佩尔武赫。俄罗斯当局证实了这次爆炸，并报告称爆炸造成1名男子死亡，1名女子受伤，但没有说明他们的身份。在顿涅茨克，据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发言人鲁斯兰·穆兹丘克18日表示，受秋季泥泞道路影响，俄军降低了步兵以及步兵突击时所依赖的小型轮式车辆，开始增加履带式装甲运兵车和坦克的使用，但这也使乌军有效摧毁俄军装甲车的数量开始急剧增加。在恰索菲尔前线，俄军在运河西岸建立的桥头堡并不稳固，乌军随时可沿着顿巴斯运河进行侧翼攻击，切断俄军的后路。在图列茨克前线，乌亚速军团在纽约村附近的反击小有斩获，俘虏了不少俄军官兵。在红军村方向，乌军在谢利杜河东郊再次击退了俄军几个排挤机械化攻势，粉碎了俄军切断谢利杜河至库拉霍夫高速公路的战略部署。目前，俄军正尝试从马里尼夫卡和米哈伊利夫卡2个方向攻击谢利杜河。在库拉霍沃方向，据乌军作战旅报告显示，俄军出动27辆装甲车和6辆坦克，分2批次袭击乌军阵地。不过，在乌军79旅拼死抵抗下，摧毁或损坏了俄军14辆装甲车和4辆坦克后，打退了俄军这次攻势。值得注意的是，有消息称，乌克兰空军还使用德式 IRST 防空系统，近距离击落了一个俄军空中目标，目前尚无法确认击落的是俄军战机还是无人机。不久之后，应该会有详细战报传出。此外，乌军即将发起对克里米亚的大规模攻击。据开源情报报道，10月18日前后，克里米亚的俄军遭受新一轮袭击警报。首当其冲的就是科什大桥。报道称，科什大桥在短短的1天内紧急关闭了3次，甚至俄军还预计最迟到晚间，乌克兰就会发动袭击。或许这期视频发出时，战斗可能已经打响。2年前的10月，科什大桥就遭到了乌军的猛烈轰炸。自此之后，乌军对大桥的攻击就一直没有停止。尤其是今年，更是逼得俄军把几乎所有能用的防空系统都部署到了科什大桥附近。可见，无论是后勤补给还是武器部署，乌军对大桥的袭击已经在战略上对俄军造成了重大影响。就连英国国防部也援引数据报道称，乌军的袭击严重削弱了俄军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军事能力。而就在这关键时刻，有小道消息称，克里米亚的大学正在进行人员疏散，这是否预示着乌军的攻击不久将至呢？截至18日晚，俄方尚未回应此事，该消息有待进一步验证。不过，俄军现在受各大战场拖累，应该无暇顾及了。10月18日，乌克兰照常公布了俄军当日损失数据，俄军人员损失达到1530人，创历史第2高。装甲车、火炮、加油车损失也继续走高，这说明俄军正试图在冬季到来前不计代价取得进展，但损失也加剧。据德国图片报10月17日爆料称，乌克兰正在认真考虑恢复核武的可能性。报道甚至称，乌克兰会在几周内获得第1枚核弹。不过，该消息迅速得到了基辅方面的否认。如乌总统办公室顾问德米特里·科特温否认了图片报报道，他告诉乌克兰新闻网，德媒的爆料是无稽之谈，还称这家德国报纸的内容可以与俄罗斯的宣传消息相提并论。泽连斯基也明确表示，乌克兰目前不会追求核武器，并批评了图片报的传闻。同时，他也进一步强调了结束乌俄战争获得安全的2种方法，其一是乌克兰恢复核武器国家的身份，其二是让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而乌克兰的选择是后者。实事求是地说，乌克兰虽然没有铀浓缩工厂或核电站等核燃料生产设施，但却销毁过数千枚核弹头。乌克兰很可能还保留着重启核计划所需的知识基础。
此外，在讲话过程中，泽连斯基还提到了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乌克兰曾以放弃核武器的条件来换取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的安全承诺。现在看来，这样的承诺是多么空泛无力。之所以提起，泽连斯基大概率是想讽刺俄罗斯，同时也是向北约施压，尽快完成乌克兰入约程序。这不，在泽连斯基会见了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时，就再度提及了加入北约的问题。马克·吕特也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乌克兰未来将以第33或第34个成员国的身份加入北约。同时，他还强调称，仅目前而言，乌克兰成为第33位成员国的概率极大。在军援上，北约和欧美近期也没有丝毫吝啬，大批援助或快或慢地向乌克兰移交。北约方面，吕特17日表示，2024年上半年，北约已向乌克兰提供了209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其目标是在2025年6月的下一次北约峰会之前，向乌克兰提供承诺的价值400亿欧元军事援助的剩余部分。美国方面，10月18日，拜登抵达德国访问，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舒尔茨、英国首相斯坦默讨论了对乌克兰支持问题。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还授予拜登最高平民荣誉，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十字勋章。报道称，本次是拜登以总统首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德国，之后将在1月份离开白宫。他是继布什之后第2位获得德国最高荣誉的美国政府首脑。随后，拜登与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会晤，讨论了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在冬季对该国提供援助，以及利用冻结俄罗斯资产为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贷款的事项。拜登表示，未来几个月，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和物资援助。德国列出了一份过去4周给乌克兰的援助大礼包，其中最新的军事援助计划就包括8辆豹式坦克、20辆黄鼠狼步兵战车、2个 TRML-4D 雷达系统、4000架攻击无人机、42000发40毫米火炮弹药，以及 IRIS-T-SLM 和 IRIS-T-SLS 2套防空系统。除此之外，荷兰国防部长鲁本·布雷克斯曼也宣布额外提供2.7亿欧元，用于为乌克兰军队购买炮弹。他还重申，乌克兰空军将能够在俄罗斯领土上使用荷兰援助的 F-16。瑞士宣布向乌克兰交付3台 GCS-200 扫雷机。加拿大国防部长比尔·布莱尔则于18日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47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小型武器、弹药、防护装备以及用于部队训练的专项资金。此外，立陶宛国防部长劳里纳斯·卡斯丘纳斯和拉脱维亚国防部长安德里斯·斯普鲁兹还于10月18日宣布，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3国将分配其 GDP 的 0.25% 来支持乌克兰。而乌克兰也在接受军援的同时，增强自身的国防力量，并开始在境外生产武器。如据立陶宛经济部的消息称，乌克兰将在该国建立一座新一代的 RDX 炸药工厂，用以支持2国的军事合作。目前，乌克兰已与近30个国家签署双边安全协议，对乌克兰的援助只会更多。对乌克兰而言，投降换不来和平，唯有战斗到底才能赢得胜利。而如今的俄罗斯已经到处借炮弹、借人，资源损失巨大，甚至有消息称沙特王子拒绝了普京参加 BRICS 峰会的邀请，同时声称要将油价压至$50一桶。如果此事为真，俄罗斯将雪上加霜，即便依旧压住特朗普重返白宫，或是乌克兰达成俄罗斯需要的协议，也无济于事。更何况乌克兰还是胜利计划在，所以俄罗斯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根据世界报报道，10月18日，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坦默以及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德国柏林举行会谈。随后，美国对乌克兰是否可以加入北约一事有所松口，表示不再持原则性的反对态度。按照世界报所言，如果哈里斯赢得美国大选，拜登可能会在离任前向乌克兰发出加入北约的邀请。此外，上述4国还讨论了是否应该允许乌克兰使用欧美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领土上的目标。该消息人士透露，法国和英国支持这一决定，而美国和德国担心此举会导致乌俄冲突升级，目前持反对态度。另一方面，就在上述4国会议的同一天，匈牙利外交部副部长莱伦特·马扎尔访问了乌克兰，他并与乌克兰外交部长德列·西比加进行了会谈，强调了匈牙利与乌克兰之间友好的合作关系。需要注意的是，纳利此前多次劝阻欧盟以及北约援助乌克兰，如今又向乌克兰示好，可能是察觉到乌克兰入约有望。仅时隔一天，10月19日，法国外交部长巴罗也访问了乌克兰，并明确表示法国支持乌克兰的胜利计划。而胜利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因此法国已成为首个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北约国家。需要注意的是，有媒体表示，
与法国的大力声援有所不同。法国此前的实际援乌力度并不高，按 GDP 比重来看，那么在欧洲国家中排名倒数啊。那么清楚在此次明确表态后，援乌力度是否会有所加强？根据日本共同社10月18日报道，日本和欧盟将在11月上旬签署一份协议文件，名为《安全保障及防卫伙伴关系》。按照这项协议，日本和欧盟将新设局长级安全保障及防卫对话，每年举行自卫队和欧盟海军部队共同训练、外机相关的联合演习。有媒体表示，在布鲁塞尔会议期间，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与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洛夫举行了会谈。日本承诺将向乌克兰提供更多自卫队车辆。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20日报道，伊朗、俄罗斯、阿曼自10月19日起开始在印度洋举行联合军演，另有多个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泰国。参与演习的国家将操练多项战术，以确保国际海上贸易安全以及相关救援行动的正常实施等。10月18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对外宣称，在阿拉伯海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一艘集装箱船。随后，路透社发布了相关报道，称该集装箱船挂有马耳他国旗，事发时正驶向阿曼的塞拉雷港。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对外宣称，过去1周，美军已摧毁胡塞武装20个单向攻击无人机以及陆基巡航导弹，且无人伤亡。10月19日，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宣称，该国军队已启程前往俄罗斯作战训练中心接受训练。由于此时正处于乌俄战争的关键时刻，再加上此前朝鲜也向俄罗斯派兵，白俄罗斯此举立刻引起了多方关注，可能是怕欧美国家误解。白俄罗斯军队作战训练总局局长别雷很快就此事进行了表态，称此次行动只是白俄罗斯与俄罗斯之间的例行联合训练。不过，尽管白俄罗斯进行解释，但以其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来看，所谓的例行联合训练可能并不简单。10月19日，以色列国防军对外宣称，当天有3架从黎巴嫩发射的无人机进入以色列领空，其中2架无人机被拦截，另外1架无人机袭击了内塔尼亚胡在凯撒利亚地区的住所。随后，以色列就此事发布相关声明，指出袭击发生时，内塔尼亚胡和他的妻子并不在凯撒利亚，因此这次袭击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另外，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以色列反击伊朗的计划已制定完成，预计将于11月初正式实施。媒体表示，以色列已向美国保证，不会进攻伊朗的核设施或油气设施，而是集中于军事目标。根据土耳其媒体报道，由于叙利亚发生冲突，导致2枚火箭弹落在与叙利亚接壤的土耳其吉利斯地区，其中1枚火箭弹落入地雷区，引发火灾。随后，土耳其就此事进行表态，面称土耳其部队并未参与叙利亚冲突，吉利斯地区也并未遭受袭击。根据美国《信条旗报》10月18日报道，美国海军华盛顿号航母已驶离美国圣地亚哥港航向日本，预计秋季结束前就会抵达日本海域，然而将纳入第7舰队指挥，并以横须贺港为前线部署基地。另外，按照美军说法，华盛顿号将搭载第5舰载机联队通信，该联队之前已在内华达州法伦海军航空站完成秘密训练，后续还将纳入装备 F-35的E-147战斗攻击中队，以及鹰轻着旋翼机等新锐空投兵力，旨在增强华盛顿号的综合作战能力，以便接替里根号继续维持美军在该地区的战力部署。根据中时新闻网10月19日报道，美国陆军近期对胶囊反无人机系统进行了测试，旨在验证其动能和非动能攻击模式的使用效能。在测试过程中，美国陆军分别对单架、多架胶囊无人机进行了探测、追踪与定位测试，并用胶囊 Block Air 制空攻击弹药，以动能攻击方式撞击并引爆弹头摧毁目标。此外，还使用胶囊 Block 3以非动能攻击方式，同时打击多架无人机，使其失效坠毁。但要注意的是，美国陆军已于今年2月与雷神公司签约，购买架胶囊反无人机系统。目前如今又准备加大投资力度，除增购更多胶囊反无人机系统外，还将持续研发新技术并扩增产能。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印度空军将于2025年从俄罗斯接收最后2套 S-400。随后，印度空军司令辛格证实了此消息。需要注意的是，多样套 S-400本应在今年交付，但受乌俄战争影响，俄罗斯自身已应接不暇，根本无力对外出口 S-400，因此不得不与印度达成推迟交付协议。据多方媒体报道，以色列在近期的军事行动中出现多线遇袭的战况，例如10月19日，哈马斯对外宣称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的乌姆拉什纳什地区，以及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例如19日晚，以色列国防军对外宣称，当天大约有200枚由真主党发射的炮弹从黎巴嫩越境进入以色列，亦或是10月20日，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定居点响起防空警报。这些都说明了以色列多线作战所面临的压力，因此该国已向美国求援，希望美国能够在以色列部署第2套萨德防御系统，以加强该国对潜在威胁的防御能力。另外，有媒体表示，自以色列发动地面行动以来，已控制黎巴嫩部分领土。不过，按照以军此前公布的有限占领战略，其重心非并控制土地，而是要清除真主党，被消除其对以色列北部边境的威胁。至于这一目标的完成度如何，从几任真主党领导人的遭遇就能看出来了。根据法国论坛报报道，法国正在考虑与阿联酋合作开发阵风 F5战机，但国目前正在就共同融资方面进行谈判。法国希望能够继续保持对该系列飞机关键部件的独家控制权，因此阿联酋可能只会负责战机的非主权部件。如果阿联酋同意接受法国的要求，可直接参与阵风 F5的研发外，还能够获得20架阵风战机的增购权。阵风 F5是该系列战机的最新版本，在连接和数据处理方面具有重大改进，将装备新雷达、最先进的电子战系统和先进的光电传感器，来增强威胁检测能力。此外，该战机还将配备 E-134G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开辟现代威胁的杀伤力。最关键的是，阵风 F5还配备有专属无人僚机，整体作战能力更强。按照法国计划，阵风 F5将于2030年开发完成。根据战区报道，自乌俄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向乌克兰援助了一批名为凤凰幽灵的无人机。在此之前，凤凰幽灵无人机从未进行过公开，导致外界对其信息知之甚少，并不清楚其具体数据和作战性能。而且，即便是在如今的乌俄战场，凤凰幽灵无人机的信息依然很少。然而，在美国近期举办的陆军协会上，美国将凤凰幽灵无人机进行了公开展示，并为 AVX Aerospace 公司和美国空军联合研发。其凤凰幽灵的称谓，实际上并非是无人机的名字，而是该系列无人机的统称。它有许多种型号，可用来执行不同的任务。在 AVX Aerospace 公司在美国陆军协会上进行展示的，包括2款无人机，一款名为支配者，最大起飞重量为93公斤。使用注射装置可增加到102公斤，有效载荷16.7公斤，最初版续航时间4.6小时，最大续航里程约500公里，增程版续航时间11.7小时，内岸里程提升至1200公里。另一款名为破坏者，长3米，翼展4.8米，最大起飞重量84公斤，使用注射装置可增加到93公斤，有效载荷22.6公斤，大基础版续航时间4.5小时。最大续航里程约600公里，增程版续航时间11.6小时，续航里程提升至1300公里，而且还可以在发射车上发射。此外，凤凰幽灵还包括2款较小型号的无人机，分别叫做阿特拉斯和匕首。其中，阿特拉斯长0.88米，翼展1.6米，有效载荷约3.67公斤，续航时间1到2小时，最大续航里程120公里。匕首长1.8米，翼展2.6米。有效载荷3.6公斤，最大起飞重量为15.8公斤，续航时间80分钟，最大续航里程193公里。按照说法，凤凰幽灵无人机要比同类型的弹簧刀无人机更强。例如，弹簧刀300的有效载荷只有2.5公斤，同类型的阿特拉斯和匕首，弹簧刀600长1.5米，还有同类型的破坏者。此外 ，AVX Aerospace 公司还表示，未来将持续精进该系列无人机的性能，正增强其抗干扰能力。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乌俄战争是否会因为朝鲜的加入而升级？乌军是否开始了对克里米亚的攻势？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